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是零基础的加课，在直播间答应大家了啊，把一些新研究的东西再加进来。好，我们来说一下几个组合，也给大家呢再重复的讲一下组合它的重要性，包括呢它的变化。好，我先说一下左面方向的组合怎么去组基本组合是什么样，然后怎么去变化。学会这些组合呢，就等于学会了你画花头的工具，你就可以呢自己去搭配这些组合。好，这个呢是珠标，我把它呢调在笔根处。珠标的遮盖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不要往笔尖去调，给它调在笔根处。然后呢再把玫瑰红先给它薄薄的调一层，调满笔很薄很薄的给它调满笔。咱们有些个家人呢有些个学员调色比较着急，咱们一定要注意，调色不能着急，运笔呢一定要快。运笔慢了呢，因为是生宣，它阴，再好的纸呢它也阴所以运笔要快但是用夹宣呢阴的会很差会这个让你层次表现更好。单宣呢，大家在画花头的时候尽量就不要用了，但是练滚笔的时候，练花瓣的时候可以用，练叶子也可以用。练花头呢，它分不出来层次，就不要用了。好，然后笔肚下面我们要加浓，调色要慢一点一定要把它调进去，要给它调匀调好。笔肚下面给它加浓。有人说你调色那么慢干什么？调快了你出不来效果有的人他调颜色，跟大家说一下重点，为什么感觉有些人颜色没有调进去呢？他只是调在笔的外表，笔里边就是这个笔锋里边根本就没有进去颜色，所以他就是调色调的呢比较浅，也就是说笔外边调了一层，笔里边根本就没有包含进去，这也是你笔为什么分叉的原因也就是说你的笔没有粘性，明白吧？所以这个调色呢还是要给它调进去，你这个笔呢才能更聚拢。因为这个颜色它是粘的你给它调进去之后呢，这个笔呢也相对来说更聚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我没有发现，我发现很多的家人都是因为调色薄导致这个笔呢散锋。好，所以我就把它作为重点来说一下，然后呢再把胭脂给它调在10毫米之内。花青要少调调花青的时候我们怎么调呢？看笔尖拨一点，然后往笔里渗透，这么调，不要自己直接去蘸了之后它是一道印儿，它并不能把它融进去就是一道蓝色的线，是不对的好，我来说基本的一个组合。我先说左边的，因为右边呢咱教过我先不说。左边呢分两种，一个是什么？是方向呢是给它侧过来了我们现在要说的呢是另外一种，就是直立方向怎么去表现，也就是说侧翻瓣的立起来的花瓣怎么去表现。好，我们先来一个中间的花瓣，这个花瓣是比较高的，然后在它的右侧来一个窄一点的花瓣，在它的左侧我们略宽一点来一个花瓣，都是滚笔的模式然后外边顺势添上一笔。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颜色给它加深加重，然后去添它的层次好，笔尖也是压下去，然后跟它的方向是保持一个一致，但是不要太直，运笔不要太直呈现一个弧度来往上提一笔。这是第一笔第二笔可以呢太长了，在中间往上提第二笔。第三笔还可以再来一笔，然后这块还有个空给它再来一笔。咱们看一下提上去的这些空是不是出来的是层次这就是层次，这也就是左边的连续扣瓣的画法，给它拉过来，这就变成一个连续扣瓣的组合。
然后呢，如果你感觉这3个花瓣是不是有点一般宽了，我们可以把中间这个啊，给它往边上拨，这样呢，这个组合看上去就比较漂亮了，是吧？这个是呢，咱们在这个课程里边没有讲过的啊，就是左边的组合，实际上呢万变不离其宗，它跟连续的扣瓣呢，它俩是一样的，但是运笔方向发生了改变而已。好，我再说一下连续扣瓣跟它有什么区别？连续扣瓣的组合就是它的一个演变。笔尖呢还是要补点深颜色啊，这时候一定要把笔尖的深颜色给它揉进去。也是你看画一个中间的花瓣吧，对不对？右边一笔，那么左边一笔，是不是也是形成这个空了，对不对？然后也是什么？也是这么添啊，添一笔，看添2笔，添3笔，再来一笔，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的啊？跟它完全是一样的啊，只是它的变化。然后中间这个瓣是不是翻上去了？这就是它的演变啊。外边呢可以再加一个瓣，因为它是侧面翻的啊，就再加一个瓣啊。这个是左边的2个组合，一个是扣过来的，一个是直立的，它俩是一个道理，完全都是用的什么？我们非常有特点的笔法，就是什么添空啊，留空添笔啊，留空添笔的画法。留空添笔的画法啊，也是我独创的一个画法，现在在网上比较流行。为什么这个画法突然就流行起来了？因为我的第一批学员啊，现在已经学成了，第一批学员带动了直播啊，所以呢，大家见到的跟我完全类似的方法啊，类似的画法的，都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学生的学生，现在都有在直播的了啊。好，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呢，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并喜爱。为什么呢？学得快啊，简单好学，确实还出效果，而且这个画法也是看上去更加自然，没有那么多修饰，比原来的切笔画法要好多了。好，这是玫瑰红，我们给它从笔尖呢调在笔肚啊，然后胭脂、花青。我们再说一个组合，就是什么呢？下面的花头下面的组合啊，也就是说你知道左边了，右边呢我基本上也讲过啊，但是我这回呢也讲一遍。然后呢，我们先说一下左边和右边的下方组合。那么左边的组合呢，在下方怎么去表现呢？一般来说，我们运笔呢，就是先来一个大的花瓣，是一样道理的啊。然后呢，贴着它来一个，然后我们的运笔的方向呢，还是跟它一致，是不是留空了？对不对？还可以再来一笔啊，留空了，对不对？去添就行了。这是左边的啊。然后呢，根据笔触的大小或者是呢你的需要，可以适当去增减花瓣的大小、花头的大小，都决定了你这个多几笔少几笔啊，道理是一样的。你可以添到很大，也可以呢这几笔就收了就可以啊。这是左边的，然后右边的呢方向就是向右，但是你别从中间给它分，要给它左右融合在一起啊。我再画一个右边的组合，都是一个道理啊，也是右边的组合呢，也是来一个大的花瓣啊，然后呢也是留空啊，留一个空，有参差，对不对？然后上面跟它联合的，是不是底下它这底下一般的有个中间瓣的哈？我们一般联合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去添它啊，这样的话大家看到了吗？这两个是不是就要融合到一起了？怎么融合呢？实际上就是它中间有个交错啊，那么我们来添这个里边的空，是不是也是每一个空都出现什么层次了，对不对？是不是出现层次了？完添到这块就出了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给它形成一个左右对称。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它
底下呢添一个花瓣，我一般的呢都在右侧添啊，你也可以在左侧添，都行。那我们这回呢就可以来个左侧添啊，添一个大的花瓣，让它打破中间的平衡。好，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啊添一个左侧的花瓣。这样的话是不是左侧花瓣就多了？平衡打没打破？是不是打破了啊？这样这就是一个花头的下半段，你既可以多也可以少啊，这个都是灵活运用的。添到上面就是花头了啊！你先画上面，先画下面，就是你把这个组合，你随意组合之后，你怎么画都行啊！这就是一个很自由式的运笔方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画法的特点之所以被人喜爱，一个是呢，它出层次，看上去也自然，哎，而且画得快，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可以随意的去发挥啊！这是非常那个什么容易出什么花头形态的变化的啊！只有你这样的，你把这些工具都学明白了，所以打基本功啊，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了非常重要。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右侧的组合。这个右侧的组合呢，跟左侧是一个道理的，它比左侧的好画。其实啊，我再添一点这个珠标啊，珠标要薄一点，它的遮盖性比较强。好，然后烟纸添在10毫米之内啊，花青呢给它调到5毫米之内，一定要什么慎重去调，不要给它调的啊太多了。过度呢就不自然了。好，我们现在呢开始画这个右边的。右边的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也是要注意啊，不要运笔呢太齐。你看这都是啊，运笔不那么齐，要注意大小瓣穿插和高低的错落。好，我们先来第一笔，然后在它的上方啊，我们再来一笔窄一点，底尖呢再补点颜色啊。我们在它的侧面方向啊，右侧再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怎么都行啊，想大点就大点，想小点就小一点。好嘞，然后呢一笔一笔去给它添空啊，添一笔。再添一笔，然后呢，这个呢换方向，这个方向呢一定要随着这个花瓣的方向啊，你别跟它拧巴着来，那就再添一笔吧。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续翻瓣的态势。然后我们把它俩之间伸过去啊，你看给它合一下。啊，这一个组合，右边的组合又画出来了。你看这样一添，是不是它就出来了啊？这个右边的组合呢，这是直立的，我们也可以给它画成，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画一个什么呢？像它一样扣瓣的，跟它一个道理啊，对着来就行。好。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把这个它的这个再走一遍，把这个方向就变化一下啊。好，然后呢，我们去给它添笔啊，这时候一定要笔尖来一点花青。好，也是这样的，走一遍。这不就是连续扣瓣的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啊，就画出来了啊。这是右边的、左边的、下面的都出来了，是不是啊？那么它这个花心部分就成了重点了。花心部分怎么去切？实际上呢很简单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语道破。花心怎么切呢？
实际上就是4个方向啊，4个方向去运笔，但是不要给它切圆了、切方了。那么怎么去避免呢？啊，我先说一下，假如说我这底下是一个中间瓣啊，一般中间瓣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切笔的时候，这个一般大家都知道怎么切，就是说切笔的时候是在它1/3处起笔啊，往左去伸，然后右面呢给它拐上2笔。这个是中间瓣的中间的花头这么切啊。然后呢，你这个是笔尖冲下切，然后再接着切上面，笔尖冲上。笔尖冲上怎么切？你看啊，你这样是一笔吧，这一笔要跟它窜开啊，别在它一个弧度上去切。有的人为什么切出来不好看呢？就是因为呢，你用在一个弧度上了。来，我们再去切啊，还是别给它在一个方向，在一个弧度上啊，这个。然后，假如说我添，大家看一下，我添完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像花苞一样的东西了？这个就可以当成一个什么呢？一个花心啊。如果你想里边再切层次也行，其实里边呢不切也行了，因为什么呢？里边它是有蕊，就给遮死了，再切也没用啊。好，那我们在这个位置画出一个什么呢？画出一个翻瓣来，把它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切开，看没有？然后往上提上去啊，然后把这一笔补上去，这就变成一个什么呢？翻瓣就出来了，对不对啊？这个花苞就有姿态了。你再往下加，是不是就变成花头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画法的另一个特点，可以从里往外画啊。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画。这个画法呢，画出去也是比切的要自然，比你先把这个花瓣布好局再去切要自然。好，给大家细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拿张纸单讲这个地方啊，因为答应大家了啊，单讲这个地方一个包心的花头怎么画的，我就不抠花，我就不点蕊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这样的啊。好，这几个组合大家一定要把它练会啊，练明白了。有的人呢就着急画作品啊，基本功缺乏练习，那是不行的。那跟在直播间学还有什么区别？直播间就是因为没有练基本功，才你画的一塌糊涂，一直就学不会，是不是？不是你直播间没有看明白，而是因为基本功没练到位，根本就学不会。甚至呢，我画作品时候，你秃噜反账跟上了，画出来的面目皆非的，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基本功一定要反复练，要多练啊，练到熟练程度，你怎么画都出效果。不愿意练基本功的，就是学不成啊，那就跟直播间学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拿张纸，我们重点就讲一讲怎么去画这个切笔的小花苞。这个小花苞也能给它添笔成花头啊。我先教大家2个切笔的小花苞，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右侧给它添笔成一个大花头啊。一个一个来，再来点玫瑰红。好，把玫瑰红呢，我们给它调一调。在滚大花瓣的时候，我们水稍微要大一点，要不呢就滚不了。滚笔的时候，画大花瓣的时候，水分要大一点；画小花瓣切笔的时候，水分一定要干一点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啊！你把这个水分一直控制在一个程度是不行的啊！你要有什么？有这个灵活变通的这个想法，要把这个养成一个习惯。水大小的控制啊，根据你这个花的部位去定。
外围的花瓣可以水分大一点，让它润一点，里边的花瓣要干一点，让它水小点。好，我现在呢是画外围的花瓣，我可以呢水分略微大一点，先画一个滚笔的大花瓣啊，甚至呢可以再大一点，是为了让它我切笔能切开。然后我们现在不加水啊，这时候一定不能加水，加水你就画糊了。我呢直接正好呢画完一个大花瓣之后，笔里的水分略微就干了一点。好，我们现在来开始啊切笔。这个切笔呢，你只要是把它们之间呢谁压谁整明白了就行。就是说这个花瓣之间，你别给它切成一个圈儿，也别给它切成一个方，你就注意这个就行。那我们怎么运笔呢？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它也有窍门。它的窍门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样的交错啊，那我们就遵循这个原则去来看啊。这是一个圆形啊，然后交错，那在它上方我们去运笔啊，画它第二个，不让它是一致的，别给它画成圆嘛啊，然后再交错，你看压着它，一个压一个啊，再去运笔，来，然后我们现在去贴，你再看看成什么形状啊？笔呢多少来一点水分。笔尖这时候多少来一点深颜色啊，不用太深。好，贴啊，这也是贴笔啊，再贴啊，这个是这面贴了，那么这面呢我再贴啊，看没有出来了吧？再贴，是不是出来了？是不是就出来了啊？不需要太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再去切它里边的花心部分，一个道理啊，笔冲下，在它的1/3处深笔，然后这面呢给它切成2笔，为了是不让它起，是吧？然后里边略微修饰一下，看一下这个花瓣切的多自然，是不是就出来了啊？而且呢它还很自然。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呢再加工一下，怎么加工呢？你看这都是扣的吧，可以把这个花瓣给它，看没有，给它上去啊，让它变成一个翻的。好，这就行了。这个花头呢就画完了啊。那我们再来，我每次画的花头啊也不太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你这种运笔方式，你想一样都不可能，笔数的大小都决定了你这个运笔不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啊，还是反向切笔啊，去画它。这回呢，我们先切左边的，都行啊，想怎么切就怎么切，都可以的。好，我们先切左边啊，然后呢，我们再切右边。右边怎么切呢？这回我们这么切，让它伸到里边去。你看这么切啊，然后呢，再切它的上边，就变成这样的了。我们现在来添笔啊，上面再添啊，再添啊，现在就变成一个扣瓣的了。然后还是里边再切，里边切还是这样啊，在它1/3处下笔。好，划了上来一笔啊。
然后在它这个外侧的位置啊，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给它画一个翻瓣的啊，然后可以了。在它的上方，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笔啊，这个位置呢加一笔啊，给它压上来，压到这个位置来。啊，咱们看一下这块呢，给它断开啊。为什么断开？这是修整。好，这个花瓣呢，花头呢，我们可以给它变大一点。那我们单独把这个切笔给它说一下。我们单独说一下这个切笔啊，这块怎么去切它。好，比方说我在上面先压一笔，一般的都是这么切啊。然后这右侧这一笔呢，压在它底下，你看啊，压在它底下啊。然后这上面我们再给它切一笔。这样的话，你看啊，你这样一添，这样一添，你再这样一添，是不是它就出来了？然后中间这个我只需要给它断开就行啊。这块来一笔，让它不在一起，不在一个线上，就这样就行啊。我留这个地方是画花头的，你就这样，它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那么你再添，后添也行啊，底下你后添底下的，它也出花头啊。好，然后把这添上之后啊，我们只需要呢把它里边完善。这个呢，高级班的课程里啊，就提升班的课程里是讲了啊，因为那个咱们怕零基础学员啊接收不了，大家呢要求我讲，实际上呢这个不太适合零基础，因为呢稍微有点显得难度大一些啊。这就是把这个花瓣啊就出来了，修一下啊，一点不修呢，有的时候也不行啊，有可能是会影响美观啊。你看我都修了。这面呢可以把它立起来啊，变成一个翻瓣，往这边搭一点啊，都行啊。好，这一朵花呢也画完了，不用整了啊，就行了。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画一个这样的，怎么去添笔成花啊？把这个扣瓣的花头怎么去添笔成花去表现？好，把这个给它调在笔根处啊，然后呢，笔尖到笔肚调一下玫瑰红，把胭脂调在笔的10毫米之内，花青呢调在笔的5毫米之内。还是这回呢，花瓣要宽一点，因为我们要给它变成一个大的花头了。调点玫瑰红，要不断的补充颜色啊。胭脂、花青，好，先来一笔，这回可以笔数大一点啊，不让它那么小了，因为我们要给它添成花头。在它的侧面来一笔，然后呢，在它的上方我们可以再来一笔。好，这回呢就形成了几个空了啊，好几个空了，对吧？这块还可以再来啊。好，我们现在呢把这几个空呢填一下，只需要笔尖呢来点深颜色啊，然后一个一个填。
啊，现在这个花头呢已经是初具成型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切笔切一下啊，把花心先切一下。现在看上去是圆圆的，对不对？啊，这回这个形呢是不用修，它已经出来了啊，已经挺自然的。那我们把它的上边呢，只需要什么？给它加层次就行。层次怎么加呢？我们要想给它变成大花头，那这层次加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好，这回这层次呢，我们还是像3连翻那样，先来一笔吧，然后在它的上方我们再来一笔，还是要添笔啊，留空添笔。在它的旁边，我们再来一笔，笔肚吸点水，我们让它变浅一点，只需要笔尖加重一点。把笔肚变浅一点呢，出来的层次会更加好啊！看一下，啊，这样的话，它就出来这个花瓣呢是外边是张开的啊。把这上面这个花瓣看没有，给它继续张开啊。这个呢，让它上它后面去啊。这样的话就成了什么？这边是张开的，这边呢是什么？是扣的啊。看这边继续扣啊。啊，这个扣的呢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再来一点玫瑰红啊。好，然后我们在它的旁边这个位置，你看这都是扣的，对吧？那就来一个破的，破开它这个扣的花瓣啊。好，是不是就扣了啊？是破开了，对吧？啊，这个花头呢越来越大啊，继续底下呢略微让它变浅一点，吸了点水啊。留空，是不是？咱们都会留空了啊，大家都行了。留完空之后，填空，这就跟小孩搭积木似的啊，把空留出来，然后把东西装进去就行了。所以就看上去啊，我们这画法就是简单，就容易让你看明白。啊，这个呢，让它大一点花瓣。好了，把这个白点呢多少盖盖，不盖也行啊，没有问题的。啊，这回我们就把这个花头就完成了啊，而且呢，还可以给它修饰成什么？有的修饰成翻一点花瓣。好，这个花瓣感觉有点长，是吧？可不可以给它修成2个呢？别让它笔法那么碎啊，看一下。修成2个也行啊，修成2个啊，让它变成2个。好，这个花头也画完了，是不是很漂亮啊？我们把这几个花头呢，给它点上蕊。再跟大家说一遍点蕊啊。来，我们看一下啊，点蕊呢也不要点的什么，点的太齐了。来，近一点啊，稍微近一点。像这样的小花头啊，点2个就
点2组就行了。好，这就可以了。外边来2个张扬的，点成2小组即可。好了，这个大的啊，你就要给它点成2大组，这是1组。然后这一组呢，我们要给它改变一下方向，可以了。外边呢来点点啊，不让它那么齐。点蕊怎么能自然呢？就是别齐了，齐了就是不自然。但是呢，点不要太小，咱们很多的人呢，点都点的特别小，应该是大点小点的结合啊，别都点那么小。好。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收获。而且这节课呢，我们讲的东西都很重要，大家要多练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主要呢，还在于自己练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咱们就这节课就上到这里。